下午好啊，大家下午好。文东下午好啊 ，Mary 下午好 ，Vivi 下午好，小赖下午好。好热，好热。还要走出发。走。不夸张，今天真的很热。我在下午，对车外的温度居然显示43度，43度。哎，尼克，下午好。对啊，43度真的是上面可以煎蛋的，夸张。但对那时候引擎也是蛮热的啦，太阳直晒嘛，引擎盖啊。所以我觉得显示43度不为过，但是我今天看到温度好像内湖最高是38.8度，这其实也真的很扯。真的很扯啊！怎么还没中午前就这么热？对啊，整个下车有没有？车上虽然吹着冷气，可是你整个人下去啊，下车的时候你就觉得，哦，那个热气真的是受不了。那热气真的是从地下窜上来的热气，因为整个一个很闷的。那没有办法，台北就是这样。现在应该家家户户都开冷气了，不然这么热的天气谁受得了啊？有没有？这个应该又是太热，有没有？挥挥手，手挥挥。这位阿贝。Hello， 你好，小心小心。嘿。这趟北路2段77啊，你赶离山北路。林森嘿。要停，坐在北路2段77下。嘿。要换乘要停丰民火车站。2段77。2段77下。好，北路2段77下。从这边一直走。对，我知。要停丰民火车站餐厅。嗯。
就大个吼，外口就大个。来，我讲38度呢。嘿啊，特定地方啊，我嘛是足热的。过民生的后一条，哎，过民生，等下过民生。啊？你有 Google 的？你问是讲什么热什么？公民所生。嘿。你用查就对。嘿。这条77。对。现在到手边啊。哦，稍等一下。对啊。等一下。哦。我开阿看。是啊，等下哦。5块。95块。
天空很蓝，是啊，很热啊，天空很热。这种天气在外面站着都会流汗，熟悉的感觉，怎么说？计程车内有人应该不会热，就进来不会热啊，但是会闷啊。对，那你开一点窗户，它吹进来的风又是热风，但还是得开一点窗户啦，通风用。跟你过啊，为什么要催我一下呢？过不去了，我也过不去，抽太多了。现在要追掉。对，机车族们，赶快，我帮你卡位，挡拆，快点！对，他们要过去，我才过得了啊！他们不过去，我怎么过得了？我给手机装那个冰风扇哦，所以你们会听到一点哦的声音。晚一点的没有那么热，再把它拆掉，不然现在对那种还是会烫。等太阳下山了，那我们再把它拆掉，先装着散热用。陈毅，下午晚上好。没人敢出门了，会吗？太热了吗？对，这种太热的天气哦，基本上客人会坐都会坐那种短短的，对 ，CP 值比较高，短短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都是从捷运站出来，或者是刚出门，然后坐完捷运站或坐公车之类的，然后只想到附近这样，然后有些是懒得走路，对，太热懒得走路，坐车比较快，这种也是有蛮多的。挺大家路啦，可能要走15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那对于他们而言就会懒得走路，我宁可坐车。这种人其实真的很多，在台北来讲。虾皮菜市场是什么东西啊？但这种天气哦，它基本上都躲在冷气房里面。假日也是一样啊，假日其实对你不想开浪费电，不想在家开冷气，大部分都是会出去，对不对？那出去可能就往大卖场嘛，吹吹冷气逛一逛，或者是有冷气的百货公司啊，或者是百货公司或是哪里，反正只要有冷气的地方。
对，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也不一定要买，重点是吹冷气。这种其实也蛮多的啊。聚云下午好，晚上好。对，因为现在介于下午跟晚上的时间。芒果冰名店哦，不知道。我今天有经过那个万华和平西路3段，3段吧，那边有一家龙什么的，什么龙的，对，那家排队排超长，吓死我了。大概快3点的时候吧。就是和平西路跟那个梧州街口那附近，那旁边而已，旁边没几家啦。对，那个人排队排很多人，那家就人很多，昨天也很多人，今天也很多人。前面有一个挥手，手挥出爱的启航。你好，你好，左转桥那个长安东路那个桥，就前面那建国，建国长安的。转一下往长安东路，他们可以不能左转嘛？对。建国长安不行。OK， 那可以转一下进那个长安东路。好。哎，那个在目前车子多少部？车子蛮多的啊，很多人都有加。这样子。对啊，因为所以车行也算9Go的，就对了。车行没有啦。我们讲的 9Go 啊，大车队啊，大都会，我们都叫它车队。对，车行归车行，车队归车队，这样。不一样。不一样，只是你们多的这个功能是可以用耐轿车。对。所以加入车行也一定要势必要加入，就对。每一台车都一定要初期一定要在车行，因为你要跟他出牌啊。对，要有牌子啊，要有车牌啊。要有车牌。对啊。这还是台湾还是有这个规定的。还是有，就很烂。今天这个就多啊。这个嘛唔知好啊歹嘛唔知。因为明明就有一个监理站在统筹。对了。统筹，比如说自用车的车牌有没有？对。这明明就已经有。那为什么要把计程车车牌这项业务交给车行去处理？让车行要多赚一点。对嘛，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嘛。他明明就有政府机关就有监理站的啊。对啊。那你要申请车牌之前，就应该有什么条件？对。监理站讲清楚就好。对。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真的是。
那他们说法是说，要那个统一那个发牌数量嘛，对，就不能太多嘛。哦，但你还是可以，对，你还是可以控制的，你健身还是可以控制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管理他也没办法管理你们嘛。是啊，车行也没办法管理我们啊，说的对啊。他就是多缴那个费用给车行，也不晓得到底是。对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啊。这个财团探钱，我懂。有啊。现在目前以前或许说 OK 这个部分是不能滥发执照，但原则上刚你讲的话，监理站来管理就好了嘛。对啊。你要申请有什么条件、什么必要条件跟我清楚，对不对 ？OK， 我现在目前已经没有车再出去了，对，按的后啊，对啊，什么时候少掉一部车再进一部车？是啊，就是可能用候补的方式嘛，那出去那个。对，有几台车报废，或者是他退休了，我都亏啊，那种。车行你马博的管，只要车行申请，他就会给啊。对啊，但是车行就是它也是有数量的，比如说每一家车行我的牌，比如说有1万张好了，那也是一样啊，我都出去了，那我就没有车牌啦，就是你要来我，而且他们还要对年限呢，还要对年限。对，这边说你是几年的车，那我是几年的车牌，我才办法给你用。但是这些东西，监理站都有办法处理啦，只是他要不要做而已。之前他有管制啊，下面已经牌发出去了，他没办法收回款。还是维持原来的车行该赚的让你赚的那里。那这个就是很奇怪啊。老街道应该改造。对啊，应该要改，就是要改，而且你看，台北还好像高雄有没有？车子已经饱和，对，不要说饱和，就是他们车牌都没有，你租一张牌租一张牌要10万呢。安尼哦，有的挂20万呢。哇塞，那么离谱。跟车行租的是不是？对。安尼哦。那牌啊，一个车牌我就要20万处理啊咧。这离谱诶。那是想法嘛，所以伊即马进前南部去抗议就是抗议这啊。恁进前敢无去抗议？有啊，南部那边的啊。北部无人抗议就是。北部还好，北部主要就是免啦，没有免，那个年费而已。对，他只是要缴一个保证金啦，然后车行的费用啦。安尼啊。保证金它是可以退的。对，保证金是可以退。那个无得退。那个无得退。那个叫车行杀去，反正这牌照就是物以稀为贵，我开20万就爱20万，无你就买安尼。所以我。真正刚刚车行这个制度真正无效，对，应该要重新检讨啦。你车行因为这车行刚有天天叫车嘛？无，拢无。车行其实就是只有管车子你的牌子而已，牌而已啦。他租给车，其实他就没有事做哦。他没有什么事做哦。台湾大刚好也有帮平可在帮你做营生啊。没有。台湾大跟大都会，对，那个时候我们都叫车队，就是他们透过平台没有，人家叫车啊，他给你单子，那都是车队在做的，车行没有做这些事情。车行不做。对，车行就是主要是管理你的车子动态。对，比如说你有罚单啊，他会通知你说，那个罚单我先缴，再来公司缴钱，就这样。他都那两都没有功能，他这鸟都没有了。我以为车行就像台湾大或没有，不是，他也算车行嘛。他们叫台湾大那个叫车队，他不叫车行，他不叫车行，他们都叫车队。车行的意思就是只有管理车子的车牌，你车子的动态啊，你可能要办什么，你就要请他们。对。你这些东西坦白说啦，司机自己去监理站办可不可以？可以呀，对吧？对，我也不需要委托你们去用啊。甚至讲呢，你加入台湾大车队或大都会车队，搞不好里面也有帮你服务的。对啊，你可以增加这个服务嘛。我要办什么手续，我加个100块、200块给你嘛，对吧？不就跟你高嘛。反正就是对吧？那个之前的制度啦，那个已经存在台湾很久了，所以他现在目前进车的那个牌照还是有限制嘛。
有啊，本来就有限制啊，本来就会限制啊。对了，因为同一个区块你不可以太多台车啊。哎呀，这是合理的。对，这合理就合理。对，那你们是应该统一交回去给监理站管理就好了。对了，没错。对。对啊，意义不大啊，对吧？真的是意义不大啦。它有服务的功能又特别，帮你叫做生意 OK 啊？也没有啊，你也是要自己去找车队啊。台湾大那个叫车行，没有那个叫车队，那叫车队，怪胎哈。对。啊，车行主要就是车子要挂他的名字，对，然后你只是那个驾驶人。那还有一种叫做合作社，那就更，对，那个就更奇怪了哦。对，它只是一个合作社的名义而已哦，名字而已哦。车子是你的，行照都是你的名字，他就是把这个牌，借给你用，用借的，对，就用借的，但是你还是要缴保证金的，一样。对，但是每个月还要有月租费哦。好，这样啊，所有你要办的任何事项他都不办哦，他就是你自己要去监理站处理。对，就这样子，他每个月都要抽你，对，700块、800块不等。那就是很奇怪啊，就是你也不晓得他在干嘛的。对吧？所以可能多了一个合作社就对了。对，现在有车行的名字，也有合作社的名字。对，那车行名字会比较贵，因为你车子要挂他的名字。对。合作社被多一个牌照好。对。所以他之前有申请牌照的啦。对。他也有申请牌照，对啊。牌给牌照。对，他给你牌子啊，对，给你车牌啦，给你用啦。但是你每个月要缴钱的，对啊。就是你明明就，其实这种东西，你像自用车有需要这样子吗？自用车我去买一台车啊，我去监理站挂牌，我也不需要每个月给他费用吧？对啊，为什么继承？对啊，你自己处理嘛，但是车行跟合作社就一定要这样，就是你每个月就是要给他给费用，他也没做什么事情，他就打够了的加好钱。应该是纳入统一管理。对啊，监理站你就弄内容啊，对吧？你要挂自行车，有可能我3年车才能3年车以内才能够那个。对，就是给我使用完以后5年以后就撤去这样好。对，你的牌照我帮你收回。何必嘛？这所有东西其实都可以透过监理站去对，把它规定清楚了，自己会评估嘛。我要不要去做自行车？对啊。但现在就是很乱。这英美的规定的应该要改啊。这个怎么反应都没有用嘛，因为你也知道这是官商嘛。对啊。牵扯第一步。你要害什么？我头前叫一个，这所在，叫私房料理。我听着无？刚才你边迄间吧？对。蛮好的。好，先挂名了。对。感谢无人欢迎就把这片啊。谢谢你。就打电话任劳任怨啊呢。我到了。多谢。谢谢。其实现在很多客人还是搞不懂啊，车行跟车队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但也不能说客人啊，其实90%以上，我觉得应该也是搞不懂。你真的没有做过这个行业，你是真的不会懂它里面的奥妙之处。对，真的。我之前其实就有讲过，我就觉得这个车行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觉得可以废除，因为我不晓得它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到底是能干嘛？但是每个月就是要缴钱给他，每个月就是要缴钱给他。这等于是你是租这个车牌的意思啊。你明明就有执照咯，你也有驾照，职业驾照，你也有计程车执照咯，但实际上你去监理站没办法哦，你没办法申请一个牌照出来哦。你要透过车行或者是或者是合作社的名义才可以。
很烂哦。但这个车行车合作社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在台湾非常之久了，不然为什么之前演什么有没有华丽计程车行有没有？大家看过嘛？那个台剧，但剧毕竟是剧啦，演得很温馨嘛，对不对？但是现实就不是这样啊。我每个月都要回车行去缴费用，那就觉得很奇怪啊。到底这个费用是干嘛的？对，当然他们有什么所谓的人事开销啊，有的没有的啊，对，但是我真心觉得是10个看看有没有1个司机在用这个东西。有啦，是当你真的出事的时候了。但是如果上次之前新闻在讲一个计程车司机有没有保所谓的强制险还是什么第三责任险有没有？对，那这时候之后有修法通过，这都要保。对，然后之前是没有之前没有的时候就有新闻写说，有司机这样子，然后后来查到那个车行，然后车行只有说，我们是那个什么，雇佣关系呀，所以没有负任何责任，所以你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干嘛。你说图利，我不晓得啦，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怎么样。对，没有证据的东西，我们都不好在这边说啦。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很纳闷而已啊。特许行业，所以就是这样啊，层层剥削啊。但我真的觉得，监理站明明政府机关监理站不是管自用车的吗？你所有不管是货车，不管是夯不啷当什么车子，对，除了计程车之外，不是管他所有的牌照吗？对不对？或者是驾照之类的事情，那为什么你要多成立一个？等一下，我闹钟响了，我先叫我同学，我先传赖给他。好，没有办法啊。那个要有相当的资本的，对，那绝对不是你的资本额对，几万块就有办法处理，对，没有像政府招标这样有没有？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对，也不是几万块就可以处理，没有办法啦。只是我真心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应该。对，要讨论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你那台Uber Eats有需要骑得那么快吗？钻来钻去的，赶时间也不是这样。5点晚上好啊。你为什么要左手跟右手讲话呢？对，有事好好说嘛，干嘛这样？对，左手跟右手讲话有比较好吗？
这其实，然后上个月我就讲过这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办法，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立法委员敢碰这类的事情。那你说，对，不知道是他们不敢碰呢，还是说，碰了也觉得没有用，或者是什么因素，我们不晓得啦。对，我们只是小老百姓而已。我应该先放有人点歌这首。让我晚上好啊。盐水楼在前面的，前面有一家，在那个北民路口那边。重机团晚上好。你邻居是开车行，难怪他可以白手起家。但你知道，现在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又在想是，那些车行的员工，如果真的废掉他们，他们能够干嘛？他们能够干嘛？如果真的废除这个车行合作社的这个文化好了，那他们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心觉得，对于我而言，我不知道其他司机怎么样。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谁不会有是谁？不认识。然后今年从4月还是5月开始，台北市发牌的数量啊，我是说发计程车牌多远已经超过了消防，就是说现在普遍的走向了轿车的那个系统趋势走。但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轿车？对，轿车有个记录在是不错，是真的不错。但是，我只 care 它那个抽成的。你说你开发出一个系统出来，对，它或许需要人力去维护，或者是维修，或者是电脑设备等等等，好不好？对，但是你抽到20%甚至25%，我就真心觉得很夸张。
对，你抽个5%至10%，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维护设备嘛。对。但抽那么多，就觉得算了，不知道怎么说。南桥是做什么？哦，吃的东西的老板基本上我都没有什么在研究。对。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只有在乎东西好不好吃，对，然后他们后面是谁，或是有的没有的，对我也不会在乎那么多。对，说实在的，我都比较关心，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对，包含前面那一家，实心蛋卷有没有？对，还是这一家什么甜甜圈店，对，他们都说是谁开的，对，但是我听一听我都忘记了，对，因为我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东西好不好吃，对，就不会是因为名人开的它是特别好吃，也不会是因为名人开的它就特别难吃，对，所以往往都。那个谁开的好有名的，我们去尝鲜。对了，尝鲜会啦，但是你要开的长久，还是要东西好吃啊。对，可能它名气够响亮，大家的想要去尝鲜一下，那是在所难免的。对，但是你东西如果做的不好吃，尝鲜完的客人会再去第二次吗？会有回头客吗？应该也不会有。所以东西好不好吃才是往。大哥，你在我旁边，你要右转。原来她是女的，晕头转向。对啊，所以我就说，对他们收个手续费维修费用那些，我觉得合理，但是。你一台车一张单只抽到25%，Uber 来讲，你觉得划算吗？你觉得合理吗？挥手，手挥挥。是哦，哇，无看到你啊！哈喽，你说刚才左前方那个吗？对，因为开车跟你们直播会有lag，你知道吗？对，跟你们线上看都会有，对，5秒钟左右吧，我觉得应该有，对，都会延迟啊。所以你讲完，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因为它不同步啊。
它不可能同步，因为还有那个传讯的问题，所以它不会同步。就是比如说我讲完这句话，对，你们可能要隔个4到5秒，你们才听得到我讲的这句话。信国哥晚上好。靠，就这样直接切过去，那么厉害。对，一定都会延迟的啦，这很正常。但我是设定低延迟的，我现在是设定低延迟。对，那你如果是超低延迟，对，会缩短大概，再缩短个1-2秒。对，但是超低延迟的话，对它所产生的流量会更高，它的网速要更快。迪士龙晚上好哦。对，天黑了，天逐渐要黑起来了。因为我一直觉得那种像这种没有天亮，然后要变黑这种感觉很棒，就是景色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哦，你刚好蛮晚哦，真好。要黑不黑的这种，这叫什么？傍晚时分吧。对，就是找人家说有点黑，又不会太黑。下班的感觉也很棒，当然啦，对，回到家，对，休息当然很棒啊。在晚上好啊。其实像这种天空，我都觉得很漂亮。
蛮难的。啊，我昨天有看到一样东西，给大家一个题目，给大家思考。等一下，我找一下。对，我找一下，找完再跟大家说。叫做小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高级，小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高级，对，长大之后才发现，对，其实很普通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小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高级，可是到你现在长大之后，你会觉得它其实也很普通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对，这没有正确答案，大家想想。但我相信每个人答案应该都不尽相同。不是，我再说一次，小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高级，对，很高档，很高级。可是直到现在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它其实很普通的东西是什么？战斗陀螺我是不知道啦。对，小时候我觉得它很高级吗？我也觉得还好。对，小时候可能没有玩过战斗陀螺，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这种东西。我们玩的是真的陀螺，是要绑绳子那种。对，金沙是有，小时候吃金沙有没有？我记得也是一样，3颗一个包装嘛。还有些人买爱心的送情人节送给别人的，有没有？送给同学，送给谁？对，曾经我在国小就收过超多金沙的。对，当然都是女学生送的。哈哈哈。对，小时候都觉得金沙好像有没有，就很高档。很高级的感觉，高级巧克力的感觉。可是直到现在长大，也觉得，它不过就这样。对，它不过是这样，也没有特别不同。但它还是贵了点的。如果跟其他巧克力，但老实讲，它就是还不错吃的，偶尔吃一下可以。不然，对你天天吃，会觉得太腻，因为它。对，实在是有点甜。有没有其他答案？没有童年。没有童年，那你现在是怎样？
你没有经历过你小时候吗？应该还有很多啦，还有很多。哈根达斯冰淇淋，对，小时候觉得它很高档嘛，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它很高档啊，怎么办？我现在还是觉得对，它是对冰淇淋中的 LV 啊。健达出奇蛋，可能是你这个年纪吧。我们以前呢有健达出奇蛋吗？我之前小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吃过健达出奇蛋，但它出来多久我是不晓得了。但我的印象深是我小学就已经有金沙巧克力。那健达出奇蛋，我小时候有吗？我真的没有印象啊，真的没有印象。但哈根达斯，对，小时候觉得它很高贵，我现在还是觉得它很高贵，所以，对，对于我而言呢，哈雷口香糖可能，对，可能以前小时候对就有了，对，但是现在要买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好像没有几间在卖，超商有在卖吗？我很少看到。对，哈雷就是那种吹的泡泡会很大的那种，但是可能我小时候都吃青箭比较多嘛，小孩子的时候都吃青箭。但你小时候吃哈雷会觉得它很高档吗？很高贵吗？贵吗？跳跳糖现在也还有啊，莱尔富还有卖跳跳糖，对，现在还其实还出蛮多口味的。停卖什么东西停卖？你说哈雷吗？它现在可能不叫哈雷，叫飞雷吧？对，现在会不会叫飞雷？飞雷还是有卖啊，但是很少见啊，就是可能没几个地方找到。对，为什么想要吃的呢？对，你为什么一直想要吃的呢？对，我其实意思，除了吃的之外，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对，不一定是只有吃的啦。对，但是我没有正确答案啊。我之前说这个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就看大家觉得，你自己，其实小时候那东西是很高贵的。但是现在觉得，其实好像也普，对，普通啊。高贵啊，就是你小时候觉得这东西很贵，对，可能要对存钱你才真的买得起。对这种东西，或者是对像B&W说的像那个什么哈根达斯冰淇淋嘛，对那种小时候就觉得它很贵，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很贵，那个比较不一样。对，我说高贵，棒棒糖还好吧？小时候就有吃过棒棒糖，你小时候一定都有吃过那个简易型的棒棒糖嘛，对不对？就觉得它现在还是很普通啊，小时候也是觉得它很普通啊。巧克力条、可可条超难买。飘飘哥晚上好。对，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说，你小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可能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买得到，或者是你需要存钱，你需要存钱才买得到这样的东西。对，但是直到你现在长大，你会觉得这其实好像也还好，对，也很普通。
对，飞雷口香糖，就是吹的泡泡会很大嘛。对，但是口香糖也蛮厚的啊，各种口香糖飞雷。当然啦，但是我是戏子一般普通人，好不好？对，那时候年代还残存在那个什么科学面有没有？王子面一包5块钱或者是4块钱，科学面3块啦，王子面5块，我印象中是这样。床头音响哦，对，小时候那种音响好像就是 Hi-Fi 嘛，Hi-Fi 音响，还是什么，那叫什么爱华是不是？有没有那种？对，一台主机两边挂着喇叭的那种。而且我小时候会觉得，对，像那种，卡带随身听，然后或者是后期出的 CD 随身听，我都觉得它蛮高档的。对，直到现在，大家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像走在路上的年轻人，谁还会拿 CD 随身听的？包括老人家也没有在听 CD 随身听的嘛。哦，我这真的不懂为什么女生喜欢玩芭比娃娃。我其实真的是真心不懂。哦，你说哦，固体实体像娃娃一样可以换衣服、换手折的，换那个有没有换服饰那种？你有实体的东西就算了。还有一种芭比娃娃用纸折的呢，那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有没有？有一种芭比娃娃用纸折的，对，你可以换裙子，有没有？对，那旁边会有那个什么折线，你可以把换裙子、换她的裙子、换衣服啊、换什么帽子啊、换什么对眼镜啊什么的。用纸折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没有，我是真心不懂啦。对，只要小时候都看女同学在玩那个，我就觉得说，那叫无聊。那芭比娃娃呢？你说钢弹还比较好玩，对不对？老人家都听地下电台，是啊是啊。对，现在收音机其实有些老人家真的还有在听啊，享受换衣服的感觉。没有，我是真心不懂，我觉得那个到底有什么好玩？对，真的公仔很烧钱啊，但到现在，以前可能不值钱，现在很烧钱。对啊，日本原装的那个一个都很贵，不是纸扎人，是纸折的啦。纸折的芭比娃娃啦，女生喜欢穿搭，那时候才小学还是国中的时候吧。真的每个人答案会不一样，对不对？对，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每个人想法不同，每个人小时候遇到的事情不同。不过我小学、国中，我印象中好像一到下课，大家都往操场跑，对，可能打球啊，打什么的。男生适合钓嘎，也或许是这样的。
电子机有电子机，可是我印象中好像到什么时候？到国中是吗？但基本上我对那个电子机我也没什么兴趣，我也觉得它还好，我是没什么兴趣的。可能我小时候都在打球居多，足球，小学的时候，所以很少有看其他同学在玩什么，很少。芝麻街什么？芝麻街梅雨哦。对，电子机它就一个小小的嘛，像圆形的，类似圆形的机器，可能现在的新朋友，对年纪比较轻的，可能连看都没看过。小时候都要格斗。你说那个机台吗 ？All you can 那种吗？快打旋风吗？现在人手一台重机，也没有吧？男生最喜欢细胶娃娃，也不一定吧？哎，信国哥，其实也不一定吧。对，以前还有那个什么，掌上型嘛，对不对 ？Game Boy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玩过 Game Boy？那都是同学拿去学校，有没有？分着大家一起玩，有没有？我记得它叫 Game Boy 啊，最早是那个什么俄罗斯方块，对，后面才衍生，开始有一些可以插卡式的游戏。马里欧是从红白机开始出来的啊。那时候叫任天堂红白机，然后开始演变到有超级任天堂，有没有？对，然后有什么超1、超2、超3还是什么的，对，开始对演变而来的。超级任天堂，那还有那个什么超级马里奥啊，游戏嘛，而演变越来越多。插小电视。跳格子，其实我到现在还看不懂跳格子是什么。对，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同学在玩跳格子，我一般基本上我也不会去跟着玩呐，也没有办法去跟着玩。对，那是小学生的时候，小学生我们都基本都是，玩躲避球嘛。然后因为我到小学3年级吧，我就参加足球队，所以基本上就是下课就是我们练习时间。所以我也没有在看他们怎么玩跳格子。TA 晚上好。很多人都是跳格子是女生在玩，但是我也有看过男生跟着玩，但是我是看不懂啦，我是到现在我都看不懂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跳橡皮筋有啦，有玩过啦，
对，跳格子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看人家玩，但是不知道。美国肥瓜牛，晚上好啊，新同学吗？跳高没有，就是跳橡皮筋啊，有没有？一个对能 Q 的人会把橡皮筋先往下拉，有没有？对，用脚哦，不是用手哦，往下拉，然后让大家跨过去的时候，对，他再摆过去这样，有吧？这个应该有玩过吧？这个应该小学生应该有玩过吧？然后把橡皮筋绑，对，就绑得很长这样，串起来了，两条串起来这样。救人哦，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啦，反正就是让其他同学可以跨过去这样。跳格子不错玩，可是我就看不懂那是怎么玩的。1、2、3木头人，对，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韩剧的那个嘛。但总归一句啦，你看我们以前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手机这种东西哦，也没有小学啦，也没有电动这种东西。有电动吗？有啦，插电视的。对，在学校其实基本上大家都马是在外面玩，有没有玩铜碗？这叫现在叫铜碗。对，那哪像现在，对，人手一机，对，大家下课时间就是手机拿出来玩。我不知道学校现在有没有开放，我不知道，对，但是他们已经失去这些铜碗了，就很可惜啊，很可惜。真的，小时候的游戏都不用花钱。哪像现在，对，什么东西？就要你氪金，玩个手机游戏，没有氪金怎么样？对，你有知道？其实我今天跟我同学在聊天呢，你有载他回家吗？对，然后我就说啊，你儿子平常休闲活动是什么？他跟我说打电动。我说啊，就只有这样。他说对啊，他儿子就是读完书之后就跟他爸说，爸，我现在干嘛？就只来问说我现在干嘛？就是想玩电动嘛，手机电动、手机游戏啊。然后我就问我同学说，那你有没有让他氪金？然后我同学马上反问我，什么叫做氪金？老鹰抓小鸡，真的。就以前有没有？以前你们觉得以前小时候真的很多可以玩，很多可以同学一起玩的啦。长阿飘也很多啊，对啊。但现在小朋友能玩什么？怎么样都是手机，怎么样都是手机游戏，没有其他的。对，以前会拿那个原子笔嘛，笔筒嘛，把笔芯拆起来，然后笔筒里面塞什么？塞那个橘子皮有没有？对，你那个橘子皮剥下来之后，拿笔筒去挖，去插进去橘子皮，你就可以挖一点橘子皮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后面把那个东西可以往前喷，有没有？你们大家知道那种东西吗？原子笔。把笔芯拿出来，对，那个笔筒就可以去插在那个橘子皮上面，有没有？对，只是
前真的是太多可以玩，对，连橘子皮都会拿来玩，有没有？啊，橡皮筋就不用讲了，都拿筷子去绑那个绑橡皮筋，让它变成一把枪嘛，有没有？橘皮这个很特别，有吗？你没有玩过吗？夏风，你没有玩过这种东西吗？小时候应该有吧。小时候应该有玩过吧，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它的原理，我记得是那个压力的关系，把它往前推，它就会往前射出去这样。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啊，就是随便一支原子笔都可以，但是要拆解啊，对，没有。真的没有，真心没有。哎，线上有没有同学有玩过的？真的没有玩过吗？还是我们宜兰的会玩这个？啊，就是笔筒啊，去挖那个橘子皮啊。那你说拿橡皮筋射出去射准那种，那一定有的啊，对。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射橡皮筋的方式。所以你们现在其实认真回想起来，真的小时候，对，我们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真的啊，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可怜啊，可悲啊，可惜啊。他一定觉得我们很奇怪，怎么都在玩那些有的没有？以前没有手机嘛，以前没有那么多对3C 的东西啊，根本不要说没有那么多，是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哎，小亚晚上好，对不对？所以大家只能把那个心思集中在对昂啊飘啊，类似像童玩的那些东西。真的没有玩过笔筒把插橘子皮吗？奇怪。岁月不饶人。对，笔筒转橘子皮有吧？我终于找到一个之前也玩过的，有吧？对，重机团有吧？对，以前东西可以玩的真的很多很多。鱼片还有酸鸭瓜啦，酸鸭瓜嘛，有没有？嘴巴红红的那种，大家以前都吃酸鸭瓜。国语应该是叫芒果干，是吗？还是对？现在叫做辣芒果干啦，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叫它叫酸鸭瓜。对，吃起来的嘴巴都红红的。
掉。有印象，有，一定有一些有玩过，一定有印象。还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的？我刚才没有讲到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霹雳猫那是看剧吧，看电视啊。那是电视剧啊。火计吧。但是我讲的这些，其实基本上都是小学在玩的，国中好像就真的很少。对，国中就很少玩这些东西。国中就开始大家就是打篮球啊，什么的，都以球类运动居多啦。对，就只有小学比较调皮，很多东西都拿来玩一玩的。如今我也在风尘中学会了坚强，每当遗忘，总会想起你唱歌的模样。无论世界变成什么，对啊，国中就开始这些球类运动了。你的名字是我心中不灭的火光。但小学也是有啦，小学也是有。但小学大家比较常玩就是躲避球，这真的蛮多。整个操场大家都是在打躲避球。把妹，读书来不及还把什么妹？土风舞是什么东西？没有吧？土风舞不是老人家在跳舞吗？我们真的没有哎，小学生的时候没有。你坐在窗边，把被子转了3圈，奶泡慢慢散开，像没说完的昨天，勺子碰了一下。对啊，不然以前还有玩那个什么，1A 2B 有没有？你把手机翻过去，假装今天很安静。纸上游戏不外乎就是这几样嘛，然后警示嘛，圈圈叉叉嘛，还有什么？没有，我小时候真的没有在玩广场舞。
不然就传纸条嘛，应该有吧？大家应该有传过纸条嘛，对不对？拿冰果嘛，我说纸上的，纸的，真的纸的。现在还有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哦？有吗？我是不知道。毕竟我现在是好队兼共兼，对，也没有所谓的同事。今天在购楼吗？怎么跟昨天差那么多？但其实惩罚，不管是玩什么游戏也好，玩什么东西都好，对，有时候玩一玩，最后的惩罚不过外乎就是，对，加进合作社帮忙跑腿，有没有？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而已啊。叫去跑腿的啊，帮忙同学买东西的啊。我的新南街为什么要叫我的新南街？但是我真的还蛮常去新南街的。哎呦我的！哦，对，我每次都忘记。是啊，是啊，我每次对。就忘记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每次都忘记，真的。初老症状哦，啊，都蛮会有。但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真的想要想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想不起来。对，但是你没事，对，没事，你就不会去想起来，就不会去想那条路叫什么名字。但真心要想的时候，就突然想不起来。严重点，还没到他那么严重的，对不对？但他真的严不严重，其实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们也不是医生，对不对？但其实他的事我也没有在follow，对，所以他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弹耳朵、弹耳垂还是耳根？
撑着下巴，看着窗外匆忙的路人。我们在角落品尝着份晚餐，台北的下午茶，慵懒的轻音乐，思康三姐，你突然出现点个歌是什么意思？去想明天要加班的情感，就在这条巷弄偷走2个小时的时间，多么轻柔的悠闲。严重了哦，真的，我是不知道啊。空气慢慢蔓延，一杯Earl Grey茶壶冒着烟，我们谈论那些无关紧要的遇见，也许这是一场温柔的白日梦，在这闷热城市找一块出口。前面那2个字，点歌哟。你说前面那个就是点歌那2个字吗？好痛，痛什么？就这样吧，慵懒的台北路后，慢一点，再慢一点。以前校园生女生裙，女生裙子以前校园女生裙子里面就会穿裤子啊，这不是最基本的吗？所以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啊，里面都会穿一个运动裤啊。哦，我那天才去拔牙齿而已啊。除了拔智齿之外，后来没隔多久，1个月吧，我又去拔另外一颗。该要拔还是得拔。女生不会觉得骑重机较帅，真的吗？不是女生都会觉得，像那个什么刘德华，对，骑重机，有没有追梦人啊，什么之类的，都很帅吗？那可能要做牙桥了，下个月吧。那等它好要1个月吧。场变化。真的吗？女生应该其实都会觉得骑重机很帅啊。以前呢，现在我不知道。
真的，女生如果骑重机会骑的人，真的比男生还要凶。三姐要看你的预算考量。对，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对，人家说植牙，但是植牙失败，你必须要再重植一次的，那种经验在。我曾经有朋友是这样。院内哦，你有没有考虑去外面用啊？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你的价格怎么偏贵？对，因为我问到的价格是你的价格的一半，不到。你可以多多比较了，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说拔牙那一间帮你用啊，别家也可以帮你用啊。就是你可能牙痛，哎，先去拔个牙，好，那也不一定，因为你还是要等嘛，也不一定是拔牙的那家帮你用牙齿，你可以找别家。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说植牙，我说的是牙套。植牙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冒险。我的意思是说，价格不同，或许里面的东西也会不同。对，但是你要选择植牙的话，就是要多比较。不管哪，其实不管哪一种，也是要多比较比较。我刚才讲的是牙套一半不到。对，植牙费用真的是高低落差很大，有很便宜的，也有很贵的。但牙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会有差，对。但是我觉得，对材质其实都大同小异，重点是，对那家牙医有没有装潢，有装潢会比较贵。没有，我说的不是哦，我说的不是金属的哦。他们叫什么什么瓷冠哦，叫什么瓷我忘记了。对，因为我问的这些是老诊所，所以他都比较，对，人家都是专门去那边做牙齿的，做牙套的。因为它真的比较便宜，但你说技术差、东西差也没有哦，也不会哦。他就说它的价格是
别家诊所的一半而已。确实了，确实真的是别家诊所一半而已。对，全瓷罐，对，全瓷。真的啊，我问的这家是真的蛮便宜，3颗嘛，我讲的是3颗。这2万是真的有点高哦。15000，好贵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桃园比较贵啊，但是我这家是真的比较便宜，因为大家都是去那边用，很多人去那边用，不是只有对。然后因为他是说他们都是，对他们没有在装潢，连他的挂号费都比较便宜。一般现在基本上挂号费，你如果是牙医的话，大概200嘛，是不是？对不对？200至250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牙科诊所的挂号费应该是200至250吧。那一家只要100块。对，那家自始至终挂号费都是100块，人家涨他也没在涨。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藏在沙里，好让你的
的爱情让人变得残忍，人们相爱后人变成心头的泥尘，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藏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想起。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藏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想起。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阳光穿过发射落地窗，松烟的树影，的摇晃，暗山咖啡昨天的人都跑去哪里了呢？我们这张信抛开手机，暂停马路长亭，心一去不掉，难的不正是对面的人儿慵懒撑着下巴，看着窗外匆忙的路人，我们在角落品尝着傍晚餐。台北的下午茶，慵懒的轻音乐，思康陪你真的有人花在舌尖，不去想明天要交换的清单，就在这条巷弄偷走2个小时的时间，多么轻柔的光线，种下很无法应变的好人。小心哦！你好，你好，我到那个林森北路587号林森北路。 ，587过龙湾街。好，你要走哪边呢？走民权路，好，然后林森北路在右转。好的。过龙湾街第2个驾驶道在右转。就在这条巷弄偷
一天在哪一年？电脑唱的。现在蛮多唱的蛮好听的，竟然可以做电脑 AI 唱。对啊。不会啦，毕竟不一样啊。
130。40种，OK。走哪边呢？走哪边呢？走哪边呢？那等下我会把那个手机冷风扇拆掉。快点啊，我让你走啊！这么热，难怪麻用机的生意就不是说太好，太过热了。大哥，你不走哦，大哥。等一下，拆掉好了。8点了，大家吃饭了吗？
哇，等那时候车那么多人。吃中午开会的饭盒，是中午没有吃，留到现在吃吗？但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中午没有吃，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对，还是要注意它的味道有没有糟煎皮。牙齿再痛还是得吃药啊。止痛药，消炎杀菌。我那时候智齿在痛的时候，里面牙龈在红肿的痛时，所有的止痛药对我来讲都没什么用。对，直到我同学对介绍一间药房，让我去买的时候，对，居然所有的痛感都迎刃而解，超强。早上到现在也很久了呢。药米我不知道它就是夹破尾。对，你知道什么叫夹破尾吗？就是我去药房买，我哪里痛，然后他就，他们自己夹油啊我，对，夹油啊听得懂吗？对，那种夹破尾。直到他介绍我去买那个，哦，终于舒服了。对啊，吃完之后就真的不痛了。因为它那个里面包装有很多种药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药名是什么。对，但是我印象中是一定有消炎药。止痛消炎的一定都有。另外我就没有问。但他那个真的很厉害，很厉害。连我老婆牙齿痛也吃那个，就好了，也就没有那么痛。
列克。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还要热？感觉上好像是。今天比较热，我也觉得今天好热。但这个整个下午的时间都觉得超热的，很闷热，那个整个热气。那整个热气都上升那种感觉。对，我就说我下午车子看仪表板的温度吧，仪表板显示外面的嘛是43度，夸不夸张？ Hello， 你好。到士林大南路346号。346号大南路。
拒绝还没去的远方，只能在酒里被一口喝光。后来他和陌生的人同床，和枕边的人说谎，和最爱的人老死不相来往。偶尔酒后失言，提起那个姑娘，就笑说谁的青春没有过白月光。我没眼睛里不再有光，笑容里渐渐有妆。难道憧憬的生活只能是这样？相信爱情的信仰被世俗埋藏，让从前美丽的像一个谎。情窦初开的少年已不知去向，流宿醉和昏梦，逃避房间的空荡。偶尔想问你爱，后来在山身旁，愿那个人不会辜负他的善良。岁月像一个洪流，把纯白的孩子弄脏。当初想拒绝还没去的远方，只能在酒里被一口喝光。
不在你的身旁，为了他实现了刚强，我像个男人的模样。姑娘，你的模样就这样雕刻在我的心房，为了他跋山涉水，载满荣誉回到家乡。你爱的姑娘在桥下洗着你最喜欢的衣裳，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前方路口有科技执法侦测。带你回到了家乡，他就不在身边。前方300米是测速照相，速限50公里。亲爱的他，去追寻了阳光，你给他带来最美的希望，带来了最美的花。你说你想给他披上婚纱，然后把他带回家。姑娘，你的模样就这样雕刻在我的心房，为了他跋山涉水，载满荣誉回到家乡。你爱的姑娘在桥下洗着你最喜欢的衣裳，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姑娘，你的模样就这样雕刻在我的心房，为了他跋山涉水，载满荣誉回到家乡。你爱的姑娘在桥下洗着你最喜欢的衣裳，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
下那边吗？好。谢谢叶哥，谢谢。好。7本先给你弄一下。谢谢。谢谢。哎呦喂啊！舒雅晚上好啊，李恩姐晚上好。早上在这边，下午在这边，晚上我还在这边，奇怪啦。对，今天怎么老是往这边跑啊？现在大家都习惯有自己的 BGM， 是不是？还是走这边好了。嘿，亚东技术学院。对，那时候要回到刚刚讲的，下午那时候真的是不夸张，43度了，那也有可能是引擎盖比较热的关系，真的就只能觉得下午超热超热，闷热啦，那就是整个热气就从地上窜出来的感觉。那时候都觉得好像引擎盖可以拿来煎蛋。
现在我看出去哦，没有不是看出去，现在我看仪表板哦，对，outside 嘛，车外的温度还有34度，我的老天鹅啊，这么热！还没端午节呢，对，还没端午节就这么热了。但是听说好像会有台风，是不是？那会不会进来？应该不会吧。不会直接铺台，那好哦，外围环流会下雨吧，下点雨也好了，对，比较不会那么热。台北盆地散热比南部慢，对啊，对啊，没办法啊。夏天哦，对，其实开车也是很辛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会很闷热啊，你纵使里面开着冷气这样吹，哦，真的不行，也会觉得，对那种不会形容的感觉。什么逆转人生？下周一天气会有变化，怎样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30几度都太热了。前奏而不是哦。不会，至少我还有冷气吹。你让外面的工人怎么办？他们更没有冷气吹，而且要直晒，那不是更热？这首歌我改了很多次，真的，对，其他歌都没改那么多次，就这首歌改了超多次。等一下，我都说。
太热闹车，蛮注意仪表板，什么意思？出门骑车就流汗，我一下车就流汗了，我还要出门吗？我在车上不会流汗，对，一下车就流汗。一下车就不行，对，天气闷到一个不行。台北超闷热的。我刚才看人家打匹克球，但是就是匹克球场地太少了。我在想下一首要写什么，就是我有一个构思，对，好啊，我们静待。帮我找晚上好啊。我们还是来走一下林森北路啊。假如我可以飞，对，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对异想天开的梦想。假如我可以飞的时候，我可以飞去哪里？假如我会轻功的时候，我可以跳去哪里？飞啦，对。会飞，像鸟啊，同款会飞。发音有用，我戴口罩讲话啦，所以我就想说，发音有那么不标准吗？我靠！现在其实有 AI 音乐，真的还蛮好的。对，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梦想，把一些你有 idea 的东西，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曲。对，不管有没有人想听啊，但是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很爽。等听起来拢最爽嘞。我下一首歌的歌名可能会取高腰裤，高腰裤的那个男人，怎么样？这个歌名不错吧？这样行吗？对，高腰裤的那个男人，我没有在说谁啊，我就说高腰裤的那个男人而已。我没有在说谁哦，现在年纪大的人穿个衬衫、穿个西装裤，都很喜欢穿很高腰，这很正常啊，好不好？对不对？很正常。等一下哦，等一下我放一首歌给你们听，我先停在路边。这是构思，这还没修改过的。等我一下啊。
对，但是也是要把 Sam Lee 的这首歌播完了。天气热要注意水箱，对，不然会爆水箱。水温很重要啦，大家看一下水温。等一下播一首想法的歌曲，对，但还没有修改过。等我一下啊，等这首歌播完。先把城市叫出来。等一下哦。应该是这个。骨头拉得比别人都还要高，眼睛后面那双眼睛在思考，他走得很快，像在跟时间赛跑。背包换成了夹克，习惯还是改不掉。他说不到圈子像手术刀一样，善良藏在骨子里，嘴上却不漂亮。一开口就得罪人，大家只能摇头晃脑。但懂他的人知道，他只是不习惯伪装。这就是他那高又酷的设备。对错就是错，没什么秘密。脑袋太聪明，有时候少了点威化的练习。能帮就帮，尽力而为，这是他的本性。听懂的人懂他的真心，听不懂的人说他没大没小没规矩。
不都抓紧规矩站好，不管雨下得多大，总会等到阳光报道。随便别人怎么笑，因为你知道，我知道，那颗初衷依然没变好。没有，这是出版啊，出版，对，初期的版本，当然还没有改啊。有人有听吗？奇怪。轻快，对，我想轻快一点的，不要太苦闷。腐朽了一身红尘的宿命，开玩笑染红谁的眼睛？几番风雨吹散了天真与清醒，这江湖太冷清。竹林听雨落，独饮照残灯，我提笔写不出个缘分。莫问前程脚下的路如何启程，岁月漫步站稳。风止不住恩怨挑拨，酒喝不尽人世漂泊。我用一生换一颗擦肩的执着。没有，可能还会再改啦。对，因为歌词太冗长。我问尽天下，谁是英雄谁在等？剑锋划破乾坤的混沌，虚名浮里不会再改一些。对，最近比较忙啊，等有一点时间再来改，应该也要假日的时候吧。版本很多，但是我就想说，哎，还要再改。对，因为 AI 生成它会给你很多版本，但当然它依旧是围绕着歌词啊，对，所以歌词还要做修改。对，写很多武侠歌哈，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武侠片。
后歌词太长，我要砍掉哦。对，因为这样太洗版了。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No。会剪断天涯，相思情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孤不孤，江上往后，换不换万世千秋，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要人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悲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还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3200公里，每天开出几口？天下。但我觉得那种武侠风的歌曲，就一定要这种有没有？对，这种亢奋啊、快歌啊之类的。真的是武侠歌听个慢歌就觉得很怪哦。觉得是真的觉得很怪啊。咸酥鸡大姐最近这个礼拜都没有找我，怪怪的。没毕竟他一个人住吧。是不是因为太热，大家都在家吹冷气？是安尼吗？给我看看哦。没冷气真的撑不下去，谁有办法撑下去的啦？现在家里还有谁没有开冷气的？应该没有人吧？有谁还没有开过冷气？听太多你的传说，是我关上我耳朵。不可能没有人开啊，太热了。这样你也看得到。
对，我都已经假装我看不到了，盲人嘛，放我点这首歌干嘛？那你偏硬要讲。永远都发泄的容颜。那你应该点那首《心没破离不敢》。应该点那首叫什么？我要想一下。哎 ，Kobe 晚上好。我是讲歌词，才管他歌名呢。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前面没有哭泣？是不是？对，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讲说？算了，我还是不要讲了。对，女的跟男的说，对，跟男的说你要当爸爸了。然后男的在前面哭泣，是啊，我要当爸爸了。然后心里面 OS， 靠北又没钱，怎么生？你好，请问到哪边？前面左转八德路，然后过光复直走。喂，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贴纸寄出来了吗？纹身贴纸。在路上，我6月4号如果改期票就调到6月4号，还是知道。一个礼拜，就因为我等于是下礼拜就要回来。没关系，好吧，那我反正我就是先调课，有就先弄，没有就算了，我就在后面补给小孩。好 ，OK， 已经寄出就对了。好，好的，好，谢谢，好，拜拜。这首歌好好听哦。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或者是不长。我看了，不要。啊，你是在跟我讲？它就是把蛋包在你很爱包饭的海苔，它不是饭包海苔，那很难吃。你试试看，它说脆脆的。好，那你没弄水煮蛋啊？那你要陪我这样吃啊？不行，那明天8点要到学校，我哪来得及啊？那你这次先给我弄。可以啊，老美的时候。那你去哪买水？你上去好了。阿妈又还没那么早回来，你就自己跟他。阿公电视看着他有这种事的时候啊。你不是需要声音？那就是阿公陪你睡觉。他也不是不行，他那边应该是没有睡。你有那么累啊？对。
有意思。对啊，但是若雨是都会有礼貌的打招呼，他至少所以我不会觉得若雨欠揍啊，他至少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像我是什么都要一直讲。若雨跟浩怡都是有礼貌的孩子。对，长姐也是，长姐也是在哪里看到妈妈都会认真跟妈妈聊天打招呼，妈妈也会好好回应她。但我知道，因为她的状态，所以妈妈都会好好的跟她说。等一下，那个过那个前面那个绿灯，全家那边右转。全家右转啊。前面这台黑色车都这边有，这边挺好。好，就是6，对，100，这个50吗？我就摸不到那个50。哎，好，我给你5块，所以你给我30。谢谢。谢谢。我
想跟他说，你不要给我5块，对，因为我10块不太够。算了，哭了。前方300公尺有测速照相，速限50公里。对，我今天看到新闻说什么，温岚已经标题哦，温岚已经住加护病房10多天哦，然后什么长辈经痛回应，这什么标题啊？标题有够烂的，对，然后点进去才写说，哦，里面文章才写到病情好转，哦，对，然后大概今天还明天会转到普通病房去，哦，然后9月份会恢复正常演出这样子。对啊，可是你那个什么标题怎么写成这样？超烂的。对，但是他标题不是这样写的，然后没有写他脱离险境哦。对，标题还写说啊什么家中长辈什么痛回应对不对？这个中标真的是也太扯了，跟里面内容是完全不搭嘎。然后里面留言都骂一片了，说对要骗人家点阅也不是这样子，对，怎么会有人拿病情来开玩笑？对，意思是这样子的。对你病情怎么样？你应该这种东西不能拿来开玩笑啊，是不是？哦，对了，他是写说家中长辈悲痛回应，这什么逻辑啊？对，如果真的有好转，我们当然都希望它好转。如果有好转，你应该不能下这种标题啊。
陈美琪是谁啊？哦，我不知道。9点，狗呀！这个好笑。全部都真的。等下找到便利商店要停一下。哦，好渴哦。我曾经不可一世的倔强，是我滑落在脸庞，有点我的世界瞬间都是要回转的，我操！有地方可以停车的便利商店。去买个饮料。
轻柔的悠闲。咖啡馆灯光轻轻暗下来，窗外的天色变成了湛蓝，就这样吧，慵懒的台北午后。你们有借过 U-Bike 吧？应该大家都有借过 U-Bike 的经验吧？达尔富是不是？对，达尔富跟全家都不错的，但是我比较偏好全家，因为我家那家达尔富可能是比较不新鲜，所以我都买全家。但我知道达尔富也不错。大家都有骑 U-Bike， 对的 U-Bike， 如果你借的时候，对你已经逼了哦，你逼完之后，你才发现说，你不想借了，可以还车吗？可以马上还车吗？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女生去借 U-Bike， 她逼了哦，她逼完之后，不知道怎样，对，又推又马上又逼一次还车，可以这样子吗？我不知道啦，我是疑问，还是要牵出来才能再插回去。可以可以10分钟后再借，可是要逼就是逼第一次借嘛，然后再逼第二次还车嘛。可以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对我通常借了就借了，我没有说，等他那个一瞬间他就逼了第一次借，然后还没推出来然后他又再逼还车，人就走掉了。雪山上降板鸭，晚上好，所以我是觉得疑问的。没有，车没有坏，对，因为上了一个人才刚骑到那边去还车而已，因为我有看到他在还车，我刚下车的时候发现他在还车，那个人是从楼上大楼走，另外一个女的是从楼上大楼走下来要借车，前30分钟免费。有可能是他上次没扣到款，补扣款。可是如果你补扣款，你不会调椅子高低吧？他是调完椅子高低之后，然后去逼卡。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因为我通常没有这样子过了。借了就借了啊，除非车有坏掉，但是通常你要借之前，你会上看一下吧。但是有没有人故意对我那时候，前几天吧，
对，有没有人故意说，他家楼下就有 U-Bike 站，对不对？然后他每天上班都要骑 U-Bike 出门到捷运站，然后他就故意，因为很早嘛，大家上班嘛，对不对？大家骑 U-Bike 很多人嘛，对不对？他就故意把椅子往后翻，然后隔天早上再借那一台，因为他只有他知道他那一台没有坏掉，也没有人故意这样子的，对。有没有人故意这样搞的？对，就不让其他人借嘛，故意把椅子往后翻嘛，对，让人家觉得说他那台脚踏车那台 U-Bike 是坏掉的，对，但他实际上是他每天都骑那一台上下捷运站，有没有人这样子？哎呦呀！但什么人都有我相信这种人应该也会有。因为什么人都有，所以我相信这种人，应该也会有才对。对，没事多吃蛋没事。大家知道锦州街有一家隐藏的室内钓虾场，台北市的大家钓虾场，大家都觉得知道到万双溪去，对不对？就万双溪才有钓虾场，对。但锦州街居然有一家室内的，但我每次经过都觉得人好多
可能大家不想跑那么远吧。看看有没有去歌词。好，没关系。会记得迄当阵，听着鸣枪的向前行，阮来到台北车站。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遮，敢有真正？敢有影？台北几暗冬，对人在舞弄下，返去故乡阿爸甲阮讲，到阮才安尼。伊讲恁爸伤久无甲你教示，你毋知恁爸会野前开好。台北，你敢有听着阮庄下囡仔的心声？台北，阮毋惊吃苦，嘛认真打拼。好累，对啊，他面店在那边，刚稍微过了。谢谢啊。设计哦。我们到哪边？先到那个，德惠，哦，那个林森北路民主东路口。看，林森北路民主东路口。有。欧华酒店。我带给民主东走啊。没有关系。对。万华饭店。好。所以民主左转，林森旁边停。对。嗯，好。谢谢。不会。这是对一个乐团，歌手不是乐团。对一个歌手。你看。他说字我歹势我老外。哦。咱唱台语的吼。无啊，伊拢有嘞。安尼啊？系啊。台语、国语拢有。即摆这是恁这少年的做，哦。呵呵。嘛无一定老歌嘛是较好听。安尼啊？系啊。歹势哦。你几岁？我买50咯。正经的。呵呵。真诶假？真诶。你买50听这种歌会听会惯势？还好，什么歌拢听。安尼啊？系啊。好听歹听拢嘛甲听。无简单呢。是安尼讲。嗯。好听歹听拢嘛会使听。
你是走夜班的还是走？早起到暗时啊。我呢？嗯。哇！你中间拢唔免休。分手啊？爱吧。食饭呢？食饭下头有啊。暗顿呢？暗顿拢等伊甲食。等下顿伊遐食。系啊，较暗顿伊甲食。哎呀！系啊。恁厝的人无等你？有啊，哪无？有当时有，有当时无啊。哎呀！系啊。哦，你都辛苦，为着厝拍拼。趁钱哪有无辛苦的，是不是？你较早期吼，早期阮这个年代阮一寡回上吼，阮楼骹厝边大迄卖赛计程车迄个。早期较好趁啊。我毋是你听我讲，毋是好谈歹谈的问题，伊嘛是嘛是日较暝，你知影？嗯。中昼等于食饭休困，食饭煞味一个就出来啊。嗯。对啊。无简单啊，这要困的落无几个，你知影？我见车我嘛驶过。哦。驶我差不多无长啦，我驶7、8个月。哦。我是迄个暗时食饭饱了，然后6点外开始走到，因为迄做暗时的，你知影？伊较透早嘛。哦。就是我是走到差不多12点，我1点的时阵，爱洗车爱加油，入去等伊啊个等伫迄个注册公司的迄个伊的地门拖落来，就讲啊等落去。即摆用车用租的足少的。安尼啊？系啊。拢家己啊？对啊，用租的足少的，嘛是有啦，嘛是有啦。一工差不多赚差不多700至800。毋过较早钱较大钱啊。无遐大钱啦，迄你袂使安尼讲，迄阵赚的迄阵就用，对，你无可能讲赚的即摆才来用。无啊，无可能啊。对啊，所以迄阵的物价价遐就是安尼。啊，无遐悬啊。对，较早物价哪有较悬？你看汽车嘛，可能70块的话，汽车起跳啊70。无吧，较早无遐悬吧？还是65？我会记是70。无，迄看较早是偌久以前啦。那毋知有几十年啊？20年？无啦，还有15年尔。哦，15年都可能70啊。驶计程车要有耐性啊。啊，我若吼，迄阵无导航，你知影？伊若爬起来吼，我伫台北市市区啊驶，载着人客人讲要去台北关吼，我就昏去啊。我就甲讲吼，我路我无识，你爱甲我报。对啊。吼，啊，报了载人客转去了，我要转来咯，啊惨啊！啊，驶几步啊驶个。对啊，较早无导航，编地图出来看。无，我无地图，我阁无地图，我咧啊！一收起嘛，足趣味你啦。
讲以前唱的歌好听，今仔唱的无好听。你那个唱演唱会，这12年前的歌啦，我在顶下写10年前。无一定，这有可能是10年前伊甲这条歌藏入去啦。哦。嘛无一定是10年前伊甲出来啊。我是感觉这条歌是以前唱的，对啊，以前唱的较好听，你有看？这久以前即啊。摆唱的足歹听嘞，哈哈。唱起来敢无啥共。因老爸咧唱的歌嘛袂歹听，因老爸是早日本时代，哦，哇，这会听。哦，等下哦。歹势吼，没，不是，好，这样子，我落来我听，好，那就有哪是吼？哇塞，你等到来，我给。我15块互你，我15块互伊啦，一个100啦。好。你看迄阿某就是安尼，阿母就是爱哭。大圆啊！谢谢你啊。对，你说你好。谢谢，等到来。老人家就是这样，哎。这首歌应该不止10年前的啦，但是上传时间，这首歌上传时间是10年前，那一定它出来的时间一定比10年前更早了。1992年哦，对啊，1992年，2026年，哇，30几年前呢，8加26，34年前，有这么久啊？吓死人哦！所以老歌还是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刚才一直觉得说，哎，奇怪，我手机怎么没有声音呢？因为我都有挂蓝牙耳机嘛。那奇怪，怎么都没有声音呢？奇怪啊，我还转很大声，哎，还好，怎么都没有声音？后来才发现，对，蓝牙耳机根本没有在我耳朵上，我把它拿下来，那时候下车去买东西，哼，整笑了。是啊，打哈欠会传染，真的。有无什么看盘啊？看盘啥？看拍骹手。真做嘞！这个脚踏车真的是无敌无敌无敌！校长的歌。为什么听到唱歌我会很想笑？算了算了，我还是转走好了。少见的难听啊！是啊，奇怪他怎么可以把它做的那么难听？那个歌声真的是超怪的，很油很油，这是很少见的。
怎么都做的那么难听？它居然很多版本。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我现在遇见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花，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明酿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这首歌是不是之前是梁静茹唱的？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作一我觉得很像。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走路就走路，一定要手一直滑手机哦。需要这样吗，大姐？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今天过完美，不用明天的幻觉。过不去，你直接卡在路中间。当然了，原曲之日，我是说这首歌曲应该是之前梁静茹有唱过吧？哎，
哎呦，天气真的很热，真的。快呀快呀快呀！后面有摩托车，我要让你过啊，你不过，怪。大回转，这辆车好屌。快10点啦！哎呦喂啊！哦，腰酸背痛。都看得到。没事。
事没事。哎呦！大家尽量还是不要熬夜。我刚才看到，对，不熬夜，快睡。对，熬夜的话可能会导致失智症的风险因子加高。
夜深了。及时救生。前方好游客禁区码认测。这个帅哥骑车不开灯哦。
时的昨夜的那壶老酒，我全身大头皮鞋，跨过林野荒野，我仿佛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那流星奔流情节，别的地方一样纠结，只是在飞来一只蝴蝶。什么鬼秘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路自遥有点高坡。漫天黄沙来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白天黑夜交错，如此遥遥可多，蹉跎的岁月，蹉跎的自我。前方迷途太多，坚持才能洒脱，走出黑暗就能逍遥又快活。这么过来是怎样？你需要这么过来。哎呦，等一下。无耻里的007，东北出来。
开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别停，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新嚟對方，我聲要帶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咁是假，是偽真情搖擺，忘記中意你他，你係最美人家，你知道嗎？我中意你，不知怎麼是哪會玩，哪會鬧，別拿蹦迪開玩笑，左手一瓶大綠棒，右手霹靂手套，進去野人的身高都給我往後稍一稍，沒事不要聯繫我，大哥大這沒信號，小皮拳大包狼，一扭一晃真像樣，到他身上他像什麼就像我手我再也不見到，萬萬沒想到他讓我找個青草找一找，歌照花舞照跳，假裝啥也不知道，沒有事沒有事，我對着天空笑一笑，使勁扒拉扒拉，像我搖了球，氣球再次完全被我卡死了一會兒，來全場一起跟我低下頭，左手右手往前游，捂住腦門晃動你的胯胯肘，好像有事在發生。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想要帶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咁是假，情侶真情搖擺，忘記中意你他，你係最美人家，你知道嗎？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給你最勁爆舞曲，給你最搖擺的節奏，來自我的腦海皮的愛，今夜讓我們一起放縱，全場帥的美女，讓我看見你們雙手，這是 DJ Kenny，我是小龍，歡迎莅臨。來左邊跟我一起畫個龍，在你右邊畫一道彩虹。來左邊跟我一起畫彩虹，在你右邊畫個龍，在你胸口上比劃一個郭富城，左邊右邊搖搖頭，兩個食指就像兩個窜天猴，指向閃耀的燈球。來全場一起跟我低下頭，左手右手往前游，我這一步從腦門晃到你的胯胯肘，好像有事在發生。好，回去你要听进去哦。哎，好 ，OK， 直走，谢谢，拜拜拜拜。民船，好啊，民船，这边民船，木栅，实践，是啦，这个实践直走啊，哪边？实践大学，一直走，直走到底。好好好，前铁这样，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实践啊。贡献20几天，那里的卖逛我啦，明显毕竟这个人有也好，没有也好，没啦，我这对没啦，卖我逛啊，我这个台湾啊，明仔来开会除了我都建议好。这个爹啊，没不一贯，没了。我没送。3月，训练计划到你那边了没？还是在？那个双节训练计划的训练教练的训练，我改过了哦，就是旁边又加个人员编组嘞。对啊，你看这该有的无先呐。我知道编组高的。他千层原本没有写，市长讲说要加，你要加，你千层没有带到。
有。啊，那一份我今天我也没盖到那一份，不用。起来也，不然看有你知哦。哪有干嘛？看无，你也看无，我看有啊。对啦，那该看有，那绝对看无。啊，你哪我到哪里看不懂？该哪个工业该做什么事都有交代清楚。市长只是讲说他妈别老灾啦。我来讲。而且我在帮忙对吧？是啊，好的，再感觉大家之后，哎，今天礼拜二3、4、5，你那个再讨论一下好不好？有啊，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弄那个啊，包括你要讲排，有啦，至少排礼拜4啊，是排那个至少法庭的那一段。对。啊，你那个嘞？那个人权那个，对。那个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拿出来啊。可以啊，因为6个公约，讨论一下嘛。可以，大家一起坐下看一下，还可以啊。礼拜4、礼拜5都可以啊，随便啊。也没有礼拜5，我礼拜5都不可以。对不对？这样你跟人好讲，他为什么都可以一直修？没关系啊，他自己做完。对啊，他就没事做啊。来说，一点后代志。让我比起来，不讲啦，不讲啦。但是你这些事情也都很久以前的事情。好，来讲那边。我先把临时法庭那一段弄完了。OK 啊。那个比较急啊。我们也都在讨论。对。我今天有稍微针对我们那些讨论，还有微调，对啊。有微调的我都有帮同事。是啊，来处理起来啊。因为这段无用到，拢无定的，用到袂当无。我跟你讲啊，法官啊，明天如果突发状况，你要怎么弄？这我也知道严重性，但是，我的困难点就是人事能不能同步修正。我在那边排的时候，我就会出现说，明明他是，你不用管。我已经跟你讲了，那个解除固定编配那个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你只要现在讲说谁去哪里可以处理，这样就好了。管了，我觉得不合理的我都把它挂，调整编剧。对，没错啊，把它调整编剧是我们会调的意思啊。再去调整。那个人力上一句话而已。周边呢也都很好，那些也很好。
不然没有办法这样。国外的这太出力了。我运气好，真的。我遇到小，另外的话不是运气，相对的，你是做人。我讲到那个异常的异常女，知道吗？对。异常的跟你乱，然后花跟不那种。医生那个是有点夸张，刚骗10几单。你讲我敢袂夸张，我嘛感觉我真夸张。只是说他都知道，我们先练夸张啊。华都知道我的状况，我只能跟唯一的好处要华知道我的状况。他没有，他再继续乱，我也会死的。不会啦，你即摆讲你该拢要交叉吧？那也不用乱。对啊。这时间到几？没有，站着走啊。这没转啊，好不好？再左转啊，到底左转。好。啊？你在哪？在。袂歹，老爷今仔第一摊啦。会使啦，会使。好啦。我等下在那个读书会群组。今天说第一摊了。那就可以停了啊。那刚好都没有拍照，对不对？哦。刚好都没有拍照。这边挺好。可以，好，谢谢哦。不用等了，谢谢，谢谢。小心。风都热风了，怎么没有凉一点呢？雨停了，烟消云散，我转身不再回看。
哦，骑那么快，骑那么快，要飙了是不是？起飞！哎，李恩姐晚上好。10点多了，还没睡觉。哎，让我晚安，晚安。你的晚安是你要睡觉了吗？明天6点半要起来，每天6点半起来。怎样？没有那么急要超车的。来，让你先，让你先哦。小聲更迷人，願在我喜歡你那可面容，挽手是夢話，像昨天你共我。Hey
昨天你共我。什么时候有公车站在这边的啊？Eric 晚上好啊。今天人是高温34度，厉害了。没办法，全球暖化现象太严重了。台北今天也是很热，非常之热。
中疲累。抱合体。不多啲風雨裏，不羈啲先易碎。所有故事仲已覺出飄過歲月裏，風吹過已靜下，這心已真無碎，又讓淚帶走你憔悴。还没真的夏天呢，哎呦喂呀！最
想找，但我偏偏只得無盡嘆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無得好有關係。唯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共我道別吧，別讓空虛使我越位。即使千多百個深夜，沉在夢境內。我有吻過你，這畢竟並沒存在。人聲車聲看似是和諧，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是我多麼的想找，但我偏偏只得無盡找。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有關係，唯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共我道別吧，別讓空虛使我越位。其實每次見你我也着迷，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有關係，唯在暗裏愛你，暗裏着迷，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題。共我道別吧，就讓空虛把我摧毀。好吧，既然大家要早点睡觉，那我们就来播这首歌曲咯。我永远祝福你，希望真的希望明天不要再热，不要再那么热了，好不好？可是好像很难哦。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很久没听到，哎，对啊，我也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播。让我们静静地度过。我回首，我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祝福线上每位朋友明天会更好哦。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今天在线上的陪伴。潜水中，不上水面都感谢各位。早点睡觉对身体比较好。但对我来讲好像很难。大哥，你看哪边？情难舍，人难留。骑车不走，你要走哪边呢？点点滴滴在心头。史天文，感谢你哦。也会有点晚了。伴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伤离别。对，又要伤离别了。离别虽然在眼前，反正我们每天都在，好不好？再见不会太遥远，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好像没有，平时没有播过的季节。
感谢大家。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谢谢啊，艾瑞哥，感谢你哦。都要播晚安曲了。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感谢各位，明天见哦，晚安，拜拜，拜拜，明珠姐晚安，拜拜。